第二天上午将近10点，我拎着小提箱来到旧贸易广场的哈蒙德药店门口，等待前往因斯茅斯的班车。随着班车抵达时间的临近，我注意到附近的闲人不是沿街走向其他地方，就是钻进了广场另一侧的餐厅。没过多久，一辆极为破旧肮脏的灰色巴士沿着斯泰特街叮叮咣咣地驶来，转弯后在我身旁的路边停下。我立刻感觉到这就是我在等的班车。车身上模糊的标牌很快证实了我的猜想。车上只有3名乘客，都是肤色黝黑、衣冠不整的男人，个个表情阴郁，能看出一丝年轻人的影子。汽车停稳后，他们笨拙地蹒跚下车，沿着斯泰特街走远。司机也跟着下车。我望着他走进药店买东西，心想他肯定就是售票员说的乔萨金特。还没等我注意到任何细节，一股厌恶的情绪就油然而起，完全不受控制，也没有原因。我忽然明白，当地人不愿乘坐这个男人驾驶的汽车，全都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司机走出药店，我更加仔细地打量他，想搞清楚心中恶感的来源。他体型瘦削，肩膀耸起，身高接近6英尺，穿破旧的蓝色便服，戴一顶磨得开线的灰色高尔夫帽。他年约35岁，颈部两侧生着很深的古老皱纹。他头部狭长，水汪汪的蓝眼睛向外突出，仿佛从不眨眼。鼻梁扁平，前额和下巴向后缩。他的嘴唇又宽又厚，毛孔粗糙的暗灰色面颊上几乎没有胡须。发现车上没有其他乘客，我内心有些惶恐。然而随着发车时间的临近，我克服了心中的不安，跟他上车，递给他一张1块钱的钞票，嘴里只嘟囔了4个字：因斯茅斯。我望向人行道，察觉到众人的眼光都奇怪地避开这辆车，至少是不愿明显地注视它。随着猛的一动，破旧的汽车终于启动，旧式巴士的排气口喷出尾气，带着轰隆巨响往因斯茅斯的方向开去。驶过共和国早期庄严的古老宅邸和更古老的殖民地时期农庄，穿过夏格林和帕克河，最后开始了景色单调的漫长路程。车窗外是开阔的海岸线，巴士开过的几座古旧桥梁横跨在让这片土地孤立于其他地区的潮汐水道上。左手边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大西洋，海潮的气味夹杂着危险的气息，奇怪的忐忑感涌上我的心头。司机一声不吭开车的样子更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他的后脑勺几乎没有头发，溃烂的皮肤呈现出病态的灰色。巴士激烈地晃动着车身，开始攀登一条蜿蜒的窄道。看着位于窄道和天空分界处的山顶，甚至有一种永远攀不到顶的感觉，像要离开地球，被遥远上空的未知世界吸走。当巴士爬到坡顶，我看见底下向外伸展的河谷，漫长的峭壁在金斯伯特角达到顶点。更吸引我注意力的是脚下更近处的景象。我意识到自己终于面对面地见到了笼罩在传言阴影中的因斯茅斯。这个镇子占地广阔，建筑密集，但透着缺少生命迹象的怪异气氛。3座油漆剥落殆尽的尖塔在海平面的映衬下孤独耸立，艰难维持形态的房屋大多屋顶凹陷，但离海边较远的区域也有形状良好的乔治王朝风格的宅邸。锈迹斑斑、杂草丛生的废弃铁路从房屋之间穿过，朝着内陆方向延伸。海岸地带的中央位置有座白色钟楼和一座估计是小型工厂的建筑。沿海区域废弃的最为严重，长时间被沙尘封锁的海港处在古老石质防波堤的包围之中。堤坝内侧停泊着渔船，渔具杂乱地散落在地上。附近的海面上可以看见一座黑而长的东西，那东西只有一截勉强露出海面，但我依旧动摇不已。它好像在招手，想要把我诱入大海之中。那东西散发着难以言表的不祥气息，让我确信它就是恶魔礁。巴士逐渐靠近镇中心，我终于看到了斑驳的人影。这些人不知为何比那些坍塌的建筑更让我不安，他们的样貌举止有种奇怪的违和感。我不明白这种违和感从何而来，但本能地感到厌恶。巴士来到一处开阔的广场或道路交汇中心，我望着右前方十字路口的巨型柱式会堂，曾经覆盖建筑物的白漆已经变成灰色，剥落的痕迹处处可见。墙上黑色与金色的徽标严重褪色，好不容易才辨认出大滚密教这几个字。
那就是被多罗异教占领的共济会礼堂。就在我努力读解铭文的时候，街道对面忽然响起了暗哑的钟声。我立刻扭头望向身旁的车窗，钟声来自一座石砌的地府教堂。这座教堂的建造时间显然比这里的大多数建筑都要晚。教堂侧面的大钟缺少指针，不过听得出暗哑的钟声正在敲响11点。教堂地下室的大门突然打开，显露出一片长方形的黑暗。就在我的注视下，一个物体穿过了那片黑暗。片刻后，我醒悟过来，那显然就是教堂的祭司。我下意识的第一眼捕捉到了一样东西，正是它催生的那种怪异的恐怖感觉。他戴在头上的面饰和第二顿小姐昨晚向我展示的面饰几乎完全相同。面饰为底下那张模糊不清的面容和裹着长袍的蹒跚人影增添了无可名状的险恶气质。汽车驶进半圆形的开阔广场，在右边一幢高大的建筑物前停下。这幢建筑的顶上建有塔楼，黄色的油漆尚未完全剥落，几乎被岁月磨平了标牌表示它就是基尔曼旅馆。下车后，我立刻走进旅馆，将手提箱存放在大堂里。视线所及范围内只有一个人，他上了年纪，没有我在心中称之为印斯茅斯脸的那种相貌。我走出旅馆，来到广场上，巴士已经开走，附近的建筑物状况不错，有10来家店铺正在营业，包括一家百货店、一家餐厅、一家药店和一家鱼类批发商的办公室。广场最东头靠近河边的地方是镇上唯一一家工厂的办公室——马氏炼金厂。我决定先去百货店打听一下情况。店里只有一个17岁左右的小伙子在照看生意。我愉快地发现他为人开朗且友善，因此应该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他似乎渴望与外人交谈，我很快就看出他不喜欢这个镇子。能和外来者聊天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按照这个小伙子的说法，印斯茅斯没有公共图书馆和商会，想认路就只能靠自己。他还提醒我，如果要去河流北边，最好别太招摇，因为那里的居民往往性格阴沉，充满敌意。镇上的某些地点几乎算是禁地，比方说，你绝对不能在马氏炼金厂附近无所事事地逗留太久。类似的地点还有尚在使用的那些教堂和大滚密教会堂。那个宗教非常古怪，他们的仪式和袍服尤其怪异，教义神秘而背离正统，宣称凡人能通过奇异的变形在尘世得到某种形式的肉体不朽。至于印斯茅斯的居民，这些人举止鬼鬼祟祟，很少露面，就像生活在地洞里的动物。除了隔三差五出港打鱼，天晓得他们靠什么消磨时间。他们好像很喜欢游泳，经常比赛游到恶魔礁，但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年纪大的基本不出门，估计是不想被人看到吧。听说印斯茅斯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恶化，还有据说河流以北那些临近海边的破烂棚屋连接着隐秘的隧道，通往人们见所未见的畸形怪物的秘密巢穴。小伙子还说，向当地人打听有关这里的事情只会白费力气，唯一可能开口的是一位年纪很大但相貌正常的老人，他叫扎多克·艾伦，已有96岁高龄，外表很普通，但头脑有点问题。他平时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时不时的会回头张望，清醒的时候什么都不说，但喝了酒后就会开始吐露许多往事。坊间的奇怪传闻可能也是从他嘴里传出来的。如果我想见他，可以去镇北的救济院或者消防署附近找找。他为我画了一张简略但足够细致的示意图，指明了镇上的主要地标。端详片刻之后，我确定这张示意图能派上很大的用场，发自肺腑地感谢了他的好意。我计划好了接下来的行程，沿着主要街道走一圈，遇到外地人就搭讪攀谈，最后搭8点的巴士去阿卡姆。就这样，我踏上了印斯茅斯那狭窄而阴暗的街道，开启了探索之旅。我穿过公路桥，听着河流下游瀑布的隆隆声响走向前方，紧贴着建筑物经过马氏炼金厂，里面很奇怪的没有发出任何生产的喧嚣声，安静的出奇。跨过主干道的桥来到峡谷的另一侧，这片区域荒废的最为严重，行将坍塌的覆斜屋顶鳞次栉比，构成了参差不齐、光怪陆离的天际线。我能感到些许有人居住过的气息，气质不用的房屋窗户张着漆黑的大嘴，因地基下沉而歪斜的视线注视着我。废石街和主干道一样荒凉，
区别在于这条路上有许多砖石结构的仓库依然保存完好。来到河流北侧，我看到了一些惨淡生活的痕迹。沃特街上有几家鱼类包装作坊还在营业，偶尔能看见几根正在冒烟的烟囱和经过修补的房顶。在萧条的街道上和没有铺漆的小巷里，不时能看见一两个蹒跚人影，但我觉得这比河流南侧的荒芜更加令人心情压抑。不说别的，这里的居民比镇中心的居民还要丑恶畸形，让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某些极为怪异、难以形容的邪恶之物。假如所谓的印斯茅斯脸并非血统，而是一种疾病，那么生活在这里的晚期病患就显然多于滨海地区。我开始听到一些轻微的声响，什么东西嘎吱作响，像脚步声，又像水花四溅的声音。有人居住的房屋自然会发出声响，但那些被木板封得严严实实的屋内却传出更响的声音。我想起小店少年提到的地下巢穴的传闻，恍然发觉至今都没在这个区域听到过人言人语。我只在主干道和教堂街稍作停留，然后就匆忙离开了滨海的贫民窟。华盛顿街上有一排房屋保养得很好，草坪和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其中最华丽的一幢建有阶梯式的花坛，向后一直延伸到拉法叶街。我猜那就是炼金厂主任老马士的住宅。所有这些街道都见不到任何活物。说来奇怪，猫狗在印斯茅斯居然彻底绝迹。突然，我左边的钟楼敲响了3声，暗哑的声响让人不寒而栗，仿佛接到命令一般。钟声过后，破烂的房屋里钻出了一个个长相怪异的印斯茅斯人。他们大多数人皮肤呈现出病态的褶皱，一双眼睛大得惊人，就像鱼类一样。一种毛骨悚然的气氛瞬间袭来，我意识到不能再在这里逗留。我转身顺着配音街跑向广场。就在这时，我看见了行将倒塌的消防站。一个老人坐在消防站前的长椅上，正和2位衣冠不整但相貌正常的消防员聊天。他脸庞通红，胡须蓬乱。这位老人无疑就是知道印斯茅斯历史的扎多克·艾伦。